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2月16号。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谈这次中美贸易战，罗伯特·莱特希泽和母乳卿到北京的这次部长级谈判。这一轮到北京的谈判已经结束，在结束的最后一天，习近平呢会见了莱特希泽和母乳卿。那么母乳卿呢，在事后呢，他发表了他的一个言论，说是谈判进展得很好。我现在对母乳卿讲的话，我认为母乳卿之心就等于是司马昭之心。母乳卿是一心一意希望跟中共立即就达成协议的，而中共这个协议我们看了，谈判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从我的感觉来讲，就是中共没有丝毫诚意要谈判。中共从谈判最初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共只突出一个字：拖。中共就是反复的拖延，反复的谈，反复的拖延，一再的把这个谈判陷入一个拖延的战术，最终就拖垮美国嘛。你看中美贸易战自从打响以来，谈判了多少次啊？副部级谈判谈完了到正部级，正部级谈判谈完了以后到元首级。那么在去年阿根廷峰会之前，川普已经明确宣布，到了元旦是100%要加税的。结果呢，阿根廷峰会在12月1号一谈，川普决定延期90天，延期90天就带来这个谈判的重新一轮开始，又从副部级开始谈到了正部级，从正部级谈完了以后，现在呢又想谈什么元首级。刘鹤在华盛顿谈判，他所有的想法就是希望川普和习近平再谈一轮。那么大家都知道，元首谈判是不可能把一些细节问题、把一些具体的问题能够落实的。元首嘛，都是应该你们谈好了以后，他们最多是来签署，或者是在最终某一个问题上得到一个拍板，那差不多。你真正要谈，你叫习近平谈什么？习近平会谈什么？习近平谈判过吗？川普呢，他很爱谈，川普很有自信。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川普这一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合约谈判，川普经历的很多，所以川普呢很乐意去谈。川普也认为他是中美谈判里面最终的把关的和最终能够决定的最终的谈判的高手。所以川普把自己看成一个谈判高手，所以他愿意在谈判过程中他亲自介入。他多次召见过中国代表团吧，中共到美国的谈判代表团，川普分别3次召见过他们。虽然川普每次召见有一些是礼节性的问题，但很多时候都是川普他愿意直接跟中共代表团交流了以后，他掌握第一手的信息资料，他能够通过他亲自和中共代表团里面交谈，能够知道中方代表团在哪些问题上面跟美方是能够达成协议的，哪些方面中方是很难做出让步的。川普呢可以考虑他自己的对策，因为川普本身是个谈判高手，了解对方的谈判意图对川普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愿意身体力行。而习近平就不行了，习近平会谈什么？习近平可以讲他在谈判之前他自己是对对方会出什么牌，自己要讲什么话，他是一句都不知道的。他靠底下幕僚给他厘定的纲领去谈，而这些幕僚给他厘定的这些条条框框，有哪一条敢突破习近平讲的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有哪一个敢突破呢？没一个人敢突破，他们只敢笼统的写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随便做出让步啊！当然了，如果美国逼不后的再紧，你习总做决定吧。好了，这个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要给习总扣上。你习近平，你丧权辱国的条约你签吗？我告诉你，在习近平的眼里面，其实丧权辱国的条约没什么不可以签。中共那么多年来，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不知道签了多少，国土不知道给他们割让了多少，他们根本不在乎。关键是签订了这个所谓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不是能达到习近平他能保住他执政党地位的目的？如果达不到的话，那签了这个条约的话，共产党还是垮台，那这种条约去干嘛要去签呢？因为美国要求中共进行的结构性改革的所有的关键条款，实际上都直指中共的制度。因为盗窃知识产权也好，强制技术转让也好，市场无条件无壁垒的开放也好，它实际上都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嘛。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共的这个经济制度无法满足你美国这几个要求。只要摧毁中共这个统治，只要改变中共的制度颜色，马上你美国要求的东西就迎刃而解。你美国不用要求，中国会自动的走入市场经济，会自动的私有制。中国如果一个民选的政府是不可能给中国任何一家企业去补贴1分钱的，那么中国的科学家也不可能到国外去盗窃任何知识产权，因为盗窃了知识产权没有用了，没有人跟你收购了，没有政府跟你买单了，你偷那个知识产权有什么用啊？所以盗窃知识产权就不攻而破。
至于强制技术转让，那更不是哪一个企业跟美国企业合作，你中方的企业在条约之外，你可以要求美国企业给你中方企业技术转让的。所以说，一切都是中共的制度，一切都是国家这个专制的制度，中共国家的这个腐烂的这个政权，它腐败的丑恶的一个制度，限制着所有的经济发展。美国人真看不到这一点吗？美国人动不动要中共削减，中共能答应你们吗？中共答应你们，不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下台，中国共产党垮台吗？中共要保的就是他的政权，他怎么会允许呢？那不允许，美国又要求这么做，那只能是谈，而谈怎么谈呢？就是拖嘛。所以左一轮右一轮，到了这次莱特希泽到北京来，习近平接见他们时候，仍然是表达我需要跟川普总统见面谈。你跟川普总统见面谈能谈什么呢？谈来谈去的目的就是让川普把加税的期限再次延期，已经延了几次了，从元旦延到了3月1号，现在如果再次延期的话，那就是第3轮的期限了。那谁又能保证，如果再次延期以后到那个期限之后，是如约能够中美之间达成协议，还是说到时候那时候再加税？我不知道川普他们是否考虑过中共的这种拖延的战略，是不是川普总统你们就吃他这一壶？你们认为中共往下一轮谈的时候就一定能谈到你们现在想要达到而没达到的目的？中共有哪一天会让你们达到目的呢？习近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我们坚决不会改的。那么如果说你在谈判桌上一定要逼迫中共承认，那签就是了，中共没有什么不可以签啊，什么条约不敢跟你签？问题是签了以后怎么执行？你怎么核查？莱特希泽希望制定一个能够对中共能够核查、能够长期执行有效的这么一个条议。那么莱特希泽，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中共他不再盗窃知识产权？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就说过，大量的中共的科学家、中共的留外学生、中共的学者都在海外进行的盗窃活动、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你美国即使是抓住，哪怕是美国你每天都抓住你处罚他就是了，你把他枪毙掉都可以了。这些人都是他个人行为啊，中共是绝对不会认定这跟他的国家政权有什么关系的。所以盗窃知识产权这一步你是无法核查的。第二个就是补贴的问题。莱特希泽要求中共一定不能给中共的国有企业、中共的央企、中共的国企给他们补贴以后，造成他们在海外跟其他国家竞争时候的不平等的、不公平的贸易定价策略。因为中共的央企、国企拿到国家政府大量的补贴，它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报出比人家低1半的价格嘛。华为就是这样嘛。华为为什么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就是华为因为拿到中共的巨额补贴，所以华为的报价始终是在同类产品里面，它比别人价格低到1半嘛，甚至只有人家的3成4成嘛，而且可以零首付嘛。那因此，莱特希泽对中国的企业接受中国政府的补贴这件事非常恼火，认为是不公平贸易，所以要取消中国政府对华为的补贴，对中国所有的央企、国企的补贴。问题是怎么核查？中共白纸黑字跟你签了，我们不补贴了，你怎么知道中共不补贴？中共补贴的手段太多了，你没有办法核查到中共给他的原来的明补变成暗补啊。中共通过什么方式都可以把这个钱实际的让这个企业获得。他给企业减税可以啊，他给企业制定一个专门的规则可以啊，他可以给某些企业专门制定一个只有这个企业才可以申请的银行贷款规则啊。你任何企业在竞争过程中，资金是最主要的。中共想给这个企业贷款，又让这个企业获得基本上是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中共可以放大量的钱让他拿着这个钱去干活。而这个企业获得的这个贷款的审批程序和别的企业不一样，别的企业正常的审批你审批不到，而中共要支持的企业就可以审批到。拿到这个钱以后，你就去做生意好了。这个钱还不还，那还不是在中共政府一句话啊？他告诉你欠的钱，合同签好，银行把这个钱贷款给你。至于这个钱还不还，中共不要你还的话，你100年都可以不要还。所以莱特希泽你怎么去核查中共没有给他补贴啊？中共光银行贷款这一项，想300亿就300亿，想500亿就500亿，都可以贷给他。企业贷款是正常的吧？你美国银行不会贷给他，但中国政府可以贷给他。你美国政府不可以讲所有跟我们竞争的企业在你们国家是不可以获得贷款的吧？那没有这样的说法吧？所以说，莱特希泽你想做到一个能够完全核查中共能够遵守协议的这种协议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为什么川普你谈不成功？为什么莱特希泽你谈不成功？你看看对手嘛，这个对手是一个遵守契约精神的对手吗？中共是一个能跟你遵守合约的国家和遵守合约的政府吗？朱镕基在当年进入 WTO 时候，什么合约没跟你们签啊？到今天他们遵守了哪一条啊？你现在要求中共结构性改变，不准盗窃知识产权，不准强制技术转让，市场要求无条件准入，你怎么核查啊？说来说去，市场无条件准入倒是完全有一条可以做到的，就是互联网开放嘛。你美国的互联网如果到中国无条件的能够开办市场，无条件的让中国的老百姓都上网，这完全是核查得了的。为什么这一条你们不推行呢？因为中共最怕你们推行这一条，一旦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把中国全部占领，你纽约时报来了 BBC 来了，华尔街日报来了，你 Facebook 来了，你推特来了，你 YouTube 来了，你谷歌来了，这些公司一旦在中国如果能够无条件无障碍的开办市场的话，那肯定成为市场准入，肯定成为无条件无壁垒的市场准入。为什么这一条完全可以核查得了，你美国和莱特希泽你不去做呢？因为中共最怕你们做这一条，中共怎么样都要保存他们的政权。你们这些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海外的互联网企业，一旦进入中国，中共的防火墙就没了。中国的防火墙没有了，他的执政党还在吗？他的执政基础还有吗？他是死保这一条。所以我看来看去，我就没有看到美国的条约里面去要求了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必须无条件的进入。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们看不到这一点吗？美国中美协会的主席叫劳伦斯，他在有一次参加中共国务院举行的一个高层的海外的高层专家、政治家的一个代表会谈上面，当时主持人提示他：“你现在的发言还剩1分钟。”他当时就问主持人：“我这1分钟指的是我发言1分钟，还是说我这1分钟的发言是可以让全世界收看到的？就是说 Facebook、推特和境外的互联网都能看到的？”因为美国的专家们，他们到中国来参加国际会议，往往是他们在中国的局域网里面，他们是不能够发 Facebook， 不能够发推特，不能够和世界互联网连通的。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明白啊，如果这一条都没有的话，那么美国的青年和美国的普通民众怎么了解中国，怎么关心中国？同时，一个跟中国政府签的合约是隐瞒了中国人民的，是14亿中国人民不能自由地跟美国人交流，14亿中国人民不能参与和美国互通互融，14亿人民不能够享有中美贸易谈判的成果的，这个对中国人民完全不负责任的这个条约，我不知道川普你凭什么去签？你签这个条约，你究竟是面对中国政府，还是面对中国人民？很简单，习近平也好，共产党也好，他完全不代表中国人民。我相信川普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完全了解，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既然你说开放中国市场，你是跟中国人民做生意，你是希望能够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那么你这个条约就应当做到能够让中国人民参与整个中美交流。而参与中美交流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应当无条件的进入中国，而且这一条是完全可以核查的。既然是完全可以核查的条例，你们不去定，你们非要去定一个防止盗窃知识产权、拒绝政府给予补贴，这种完全没有操作可能的，完全你核查不了的，你们要去定一个核查条例。而现成的根本不需要核查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通不通？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是否可以无限制的，可以让中国人民上网，可以无限制的浏览海外的各种网页？中国14亿人民可以无条件的和海外所有的互联网去交流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表达他们的情感，去发出他们对美国的各种建议，甚至对你川普总统的各种建议。这是最简单、最可以核查的、最容易做到的这一点。我觉得美国代表团你完全可以做啊，川普总统你完全可以做啊，为什么这一条你不能去落实？我觉得这一条一旦落实，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讲的那些什么盗窃知识产权也好，你讲的政府给国企给央企的补贴也好，中国的老百姓都可以通过开放的互联网，或者是央企国企企业的内部员工都可以通过开放的互联网直接告诉你白宫，直接告诉你川普，他们中国政府有没有执行条约？如果没有执行条约，他们都可以送出很多他们没有执行条约的证据，送给你美国。你美国那时候完全可以依据中方如果不遵守条约，你们的处罚条例对中方进行处罚。这是很简单，通过中国人民来帮助你们一起执行中美之间这个合理、合法、公平的条约吗？你为什么把14亿中国人民排除在外呢？所以我觉得
中美谈判谈到今天，美国的代表团和川普总统，他们完全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中共就是一轮一轮的拖延战，从副部谈到正部，从正部谈到元首，现在再一次这个正部级谈判到了北京，然后下个礼拜北京再派代表团再到华盛顿，你们谈来谈去的结果就是说让元首们决定吧，也就是说习近平和川普很可能在今年3月份到川普的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再次见面。这次见面以后，习近平一定是模棱两可地告诉你哪些条约还是不能最终签，因为到今天也不过是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嘛，这个谅解备忘录根本不是正式文件，但是你说不算是条款吧，也算是大家能够认定的有一部分可以依据的条款。问题是中共不要说你的谅解备忘录，即使你那个严肃的条例，中共都敢签。问题是签了以后不执行你怎么办？而且你怎么核查他不执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无论是盗窃知识产权还是国有企业补贴，这些问题美方是无法审查的。能够得到真正检验和审查的，就是美国企业无条件的、无壁垒的在中国开放市场。那么无条件、无壁垒的开放市场，互联网企业是最简单的。别的企业到中国是否无条件，老百姓还感受不到。你比方说能源产业啊、计算机产业啊、什么软件产业啊、文化艺术出版产业啊，你到中国是否能够完全无条件的，普通老百姓感受不到。但是互联网产业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感受得到的。如果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到中国自由开放了，那么就说明中共是遵守条约了。因为互联网企业一旦开放，别的条约如果中国敢不遵守，一定会有老百姓，一定会有内部员工，一定会有掌握这个核心机密的人，通过互联网向你美国白宫反馈。但是你把互联网把它挡起来，你让中共把防火墙建起来，你隔绝了14亿老百姓和你美国交流的声音，那你美国什么都核查不到。不要说你本身你美国人无法核查中共的这些阴谋诡计，即使中国人掌握了这些阴谋诡计，他们告诉你美国人，你美国人也未必相信。但是如果有互联网，那美国人和中国人大家就连通了。所有普通的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3亿民众和中国大陆的14亿民众，这加起来的17亿民众，如果来共同执行、共同审核、共同考验和共同检查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条约，我相信这个条约一定会得到公平有效的执行。只要你把互联网打开，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美国他完全忽略这一点。或者这是习近平和中共坚决抵制的，不能改的、不愿改的、坚决不改的，习近平一定不会改的，因为防火墙没了，就意味着共产党没了。所以这一点，我相信中美之间所有研究政治的、所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到这一点的，但是恰恰白宫团队他们看不到，或者是他们明明看得到，他们装呆。而中共他们只要你能保证这一点，别的我们都可以谈，因为别的东西我们都敢签的。签了以后你执行不了的，所以这个谈判左一轮右一轮，谈到今天，中美都发表了各种公报。新华社的公报和美国白宫的公报，他们里面有2点相同。相同的是什么？相同的就是说，第一个，这次谈判是上一次阿根廷高层峰会的延续，这一点中美都相同。第二点就是说，双方签署了备忘录，这一点也相同。但是不同的东西是美国所表述的所有关于知识产权啊、技术转让啊，尤其是网络黑客啊、盗窃美国的知识啊，这一点中方的公报里面绝对不会提。中方什么时候他会承认他盗窃过你们知识产权啊？中方什么时候承认过他们有网络黑客啊？他们都不承认的。而美国很现实的指出，中方的网络黑客对美国的攻击，以及中方派出大量的人在美方盗窃知识产权以后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对美国就业造成的伤害，这是美国在谈判中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白宫发出的声明和新华社发出的声明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新华社在发出的声明的时候，是告诉中国的所有老百姓，咱又赢了，咱天朝是最大的赢家。你看看习近平接见莱特希泽和接见卢姆今天那个场面，你就看到了吧？习近平坐在那个会议桌的中央，然后美方代表团和中方代表团分立两边，习近平摆出一副君临天下、天朝威仪的姿态。而川普呢？你看人家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办公桌前里面，刘鹤也好，美方的莱特希泽他们也好，他们是全部坐在川普的对面，排成一排。川普是把他们放在平等的位置，川普自己坐在办公台上面，因为川普他是利用他自己在白宫办公的时间，抓紧时间来处理你们之间谈判的事情。川普一点没有跟你们玩什么居高临下。而习近平呢，就摆出那种天朝威仪的样子。他的所谓接见，实际上是一种外交礼节，因为显然他这个接见和莱特希泽是谈不了任何贸易上的问题。所有贸易上的问题，他认为你们跟刘鹤去谈，谈完了以后你们汇总到我这来，我到时候批准就行了。问题是习近平，你能批准哪一项，你不能批准哪一项，我可以讲习近平完全不清楚，是可以讲
任何东西放在习近平桌上，习近平都不敢签，或者说没有哪一样东西习近平他不能签，有什么不能签就签，签完了以后咱们不执行，这就是天朝的风格。但是美国人一直对中国有侥幸心理，一直认为中共在谈判之后能达成协议，能够白纸黑字签掉。中共跟你们那么多年的谈判不是白纸黑字没签过啊！当年加入 WTO 时候，朱镕基签了多少条约啊？这些条约美国人你都知道，根本没有执行啊！但是你们反问中国为什么不执行时候，中共怎么回答你的？外交部怎么回答你的？外交部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们已经兑现和承诺了所有 WTO 我们所签的各种条约，我们所做的各种承诺。美国人讲哪里做到？你拿这个怎么没做到？你那个没做到？中国人告诉你，没做到的都是你美国人的原因。凡是没做到的，都是因为你美国人导致的原因，所以做不到。我们都做到了，别废话，天朝就这样。你们跟我们签订的协议，我们做到，我们也是做到了；我们没做到也是做到了。我们做不做是我们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这样，他从来不遵守任何协议，也从来不在乎你有什么制裁，也更不在乎当你去指责他你违反条例的时候，他会反过来告诉你，我们都遵守了。如果有哪项没遵守到，那是你的原因。中共就是这么干的。一直是这么干的，从大清朝一直干到今天。你现在川普和莱特希泽，你希望中共就能改变态度了，就能够彻底的能够摒弃他们这么多年耍无赖、耍流氓的手段了。你除非铲除掉中共，把共产党从地球上消灭，那么中国就肯定会成为一个民主的、有契约的国家、有担当的国家。而今天中共只要在，所有的流氓手法都在。中共所有的流氓嘴脸，你们看了一次又一次，你们看不过瘾以后，你们还会看到。美国和中国的这个中美贸易谈判，我们已经谈了那么多轮，你看看哪一次谈判的时候是获得过进展？但是双方表达都是这么讲，有很好的谈判，有很好的进展，我们谈得很愉快，谈得愉快也罢，谈得不愉快也罢。川普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就在昨天，川普说过，我认为谈得很好，但是怎么理解这个好，就是最终协议要全部签订，要全部按照协议去执行。我们现在目前还没看到签订的协议，更没有看到执行的协议。这是川普表达的。川普就说谈得很好，大家说得很好听，但是协议没有定下来。第二个，协议定下来以后有没有有效的执行？我可以讲，美国如果一直按照中共这个谈判的拖延方法，那么川普你的任期会很快就拖过去的。因为每次谈判都会告诉你留点尾巴，都告诉你还有哪个地方有点问题，然后这个事情就一轮再轮，一拖再拖，3个月加税没成，再拖60天，60天加税没成，再拖30天，等到几轮下来以后，然后中方就算是勉强答应以后，你也无法去监测中方能够有效的执行。所以说，美国人应该丢掉幻想，川普应该丢掉幻想。川普的白宫团队，尤其是现在这个以鹰派著称的莱特希泽、卡瓦诺、库德勒，你们这些人应该完全清醒。库德勒就曾经说过，中共现在不过是用90天来做他们过去70年内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个中共90天来能不能把这70年要做的事把它完成？我可以告诉你讲，随你给中共多少天，中共都不会去做过去的事。你们对中共一而再再而三迁就的这个期限，只是拖了你们自己。中共是不可能跟你实实在在的去执行任何协议的，哪怕可以谈，哪怕可以签。朱镕基当年签的这个例子就放在这了，最终中共是不会兑现的，而且中共不兑现还理直气壮告诉你我们全兑现了。如果哪一条没做到，是你美国人的问题。所以美国人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教训面前，美国人应当清醒了。我希望美国的这个鹰派团队也好，川普团队也好，尤其是白宫的莱特希泽你们为首的这些主导的谈判团队也好，要清醒地认识到，你们中美之间的这个协议绝不仅仅是习近平政府、共产党政府和你美国政府的一个表达，而是中美人民之间，而是中国14亿人民和美国3亿人民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有效的双方贸易的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是需要两国人民共同见证、共同参与、共同遵守的。而让两国人民共同参与、共同遵守和共同见证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互联网打开，让两国人民一起自由地在网络上面进行交流，把所有核查的权利交给人民，让人民来进行监督，让人民进行审核。任何违反中美合约的所有的事实，中美人民都会通过他们的个人的智慧，把它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然后对中共进行一个核查。如果你美国人做到这一点，那么美国你要求的所有的什么杜绝知识产权被盗窃，反对强制基础转让，市场完全整入，反对国家补贴，反对高关税，反对高壁垒，3零2厅一允许，全部能够得到实现。只要美国你开放互联网，一定做得到。就怕美国人明知而不去做。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